接下来的剧情终于告别了长长的回忆，回到了正轨。草帽团一行人正在驱船赶往武士之乡和之国的路上。从报纸报道的世界会议上，路飞等人看到了很多熟悉的面孔。听闻白星公主也来到陆地上去参加世界会议，路飞表示很欣慰，这姑娘出息了，胆子变大了，不枉我王路飞当年对她寄予厚望。除了白星，还有已经成长为真正公主的薇薇安，更加成熟美丽的维奥拉公主，乔巴的老仇人瓦尔波，樱花国的多尔顿，以及老蔡和雷贝卡。当然还有乔巴牵挂的医生朵莉尔姨娘。乔巴看到姨娘的一刻，激动的痛哭流涕。山治在一边若有所思的说道：“还活着吗？乔巴，我他妈上去就是一脚。”这种设定很有趣，路飞和他的后宫团小弟们彼此间隔着报纸，互相了解现状，彼此挂念。再仔细想想，有点细思极恐。能在报纸上互相了解现状，说明所有人都不是普通人，这也正常。能和王族有着如此交好关系的路飞，会是普通的海贼吗？能与新世界第5皇帝成为朋友，这些人会是普通的寻常百姓吗？乔巴躲在一边，用剪刀把朵莉尔姨娘的那一页报纸剪了下来。山治看到后大骂不止：“你把公主们都给剪坏了！”娜美一看报纸，火气更大了。报纸被2个小子剪得残破不堪，这下子重要的新闻都看不完全了。尤其是后面还有凯多和大妈的报道，2个四皇联手准备讨伐草帽团的消息就这样被错过了。路飞在一边哈哈大笑，等到自己找到拉夫德鲁，完成环形世界的航行之后，就可以回去看望这些故人了。从时间来看，他们即将到达和之国海域。布鲁克提醒路飞要按照之前定好的计划联系警卫门等人。路飞掏出电话筒，喂了半天无人应答，索性一摆手，不用联系了，直接前进登陆和之国。和之国是一个武士横行，与其他国家毫无交流的封闭国家。这片国土太过神秘，外界对其几乎一无所知。路飞一行人在毛皮族王国左岛的时候，知晓了和之国的秘密。光月玉田曾经是和之国酒里的大名，被和之国的将军和凯多公开处刑。警卫门等人哭着祈求路飞和罗等人助他们一臂之力，讨伐凯多，让锁国的和之国开国。由此，路飞等人将干掉凯多的计划提前提上日程，即刻前往和之国，与警卫门和武士们会合，对凯多宣战。众人正聊着天，突然画风突变，海水由原来的动漫风即刻变成了日本的浮世绘风，空中乌云密布，海风也变得又冷又急。就在大家面对突变的天气倍感压力的时候，一条1人多高、带着头带的大章鱼悄悄攀上了桑尼号，看样子是打算搭乘一把顺风船。好在路飞等人现在没工夫搭理他，否则他瞬间就会为自己的天真付上代价，变成路飞嘴边的章鱼烧。桑尼号越是靠近和之国，风浪就越大，一种不好的预感袭上了除了路飞之外的所有人的心头。那么凭借自己的经验和直觉发现，这并不是普通的海上激流或者是暴风雨，这种级别的风浪根本就是反常。再往前走，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事情。布鲁克提议避开风浪，要不然就停船等一等，等天气稍加缓和了再登陆和之国。路飞不同意，他要求立即前往和之国。布鲁克第一次反驳了路飞，他问道：“路飞先生，你为什么总是让船员卷入这么明显的危险之中呢？”娜美叹了口气，他想起来在左岛的时候，警卫们曾经警告过他们，和之国海域全国都被恶劣天气包围，海浪汹涌，海流湍急，进入和之国是第一大难关。根据警卫门的话，恶劣的天气就是和之国自带的一层保护膜，是锁国的第一道枷锁。这种天气会一直持续下去，想要登陆必须要迎着这种天气而上。章鱼在旁边听到头大，估计在想着章鱼烧怎么做更美味。众人终于注意到了旁边看着的大章鱼，吓了一跳。大章鱼好像在和大家打招呼一样，用章鱼爪敲击脑袋。桑尼号乘上海流，完全被海流所摆布，根本不能自控，以极快的速度向和之国靠近。众人紧紧地扒住桑尼号，生怕被甩下去。只有路飞玩性大起，在甲板上拼命追章鱼。乔巴猛然发现，桑尼号周围的海水里有一大群黑影正在急速靠近，从轮廓上来看，应该是鱼类。加洛特好奇地问道：“是鲨鱼吗？”这时，一条黑影冲出海面，乔巴和娜美吓得直飙泪。等他们定下神来，仔细一看，窜出海面的居然是有桑尼号那么大的锦鲤。路飞问山治：“鲤鱼好吃吗？”山治定了定神，淡定地向路飞描述了鲤鱼生鱼片和鲤鱼酱汤的美妙滋味。加洛特插嘴问道：“如果吃鲤鱼的话，还是养殖的更好吧？”乔巴急得跳起来大吼：“现在是说这些的时候吗？”路飞听山治的描述听得入了神，口水止不住的流。听到上头之处，路飞直接跳下桑尼号，骑上了一条巨型锦鲤，就用这家伙作为和索隆他们开宴会的重要食材吧。乔巴慌了神，提醒路飞小心。加洛特在一边接话茬说道：“鲤鱼的小刺特别多哦。”乔巴都要跳起来揍加洛特了。这种时刻是考虑鲤鱼刺多刺少的时候吗？娜美气得大骂路飞为什么每次在关键的时刻都要搞这种幺蛾子。山治，你也有责任，去把路飞带回来。山治无所谓地说：“那家伙自己会有办法的，现在还是先保护船吧。”
随着一声声激烈的日本古典奏乐之后，画面定格在了一幅尤为壮观的画面上，这就是著名的日本浮世绘画作《神奈川冲浪里》。紧接着，所有人的画风也变成了浮世绘风格，与和之国古风古韵的故事背景十分贴合。定格的浮世绘画面中，娜美指挥众人收帆掌舵，布鲁克担任舵手的职责，手握船舵驾驶桑尼号在大浪中乘风破浪。一顿过山车一般的摇晃之后，甚至发现下面的水变得清澈无比，宛如山里涌出来的山泉水。相应的，水下面的巨型鲤鱼也看得很清晰，这画面简直太恐怖了。你以为深海恐惧怎么来的？就是这么来的。路飞抓着锦鲤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，甚至等人乘坐桑尼号顺流而去，已经顾不得他了。越加急速的水流载着桑尼号越过重重难关。这时，甚至等人听到一阵阵震耳欲聋的巨响，睁开眼向前看去，展现在众人面前的居然是一条巨大的瀑布。等一下，这个水流的流向也太奇怪了。也就是说，从进入和之国海域开始，水流一直都是在逆流而上。娜美结合船下面的锦鲤，立刻就明白了事情的缘由。从画风变成浮世绘风格开始，他们就已经在淡水流中了，而淡水的源头应该就是在这条瀑布的上面。由此推断，和之国就在瀑布之上。章鱼兄弟嚎叫一声，猛击一下脑袋。桑尼号下面的鲤鱼们群起跳跃，逆着瀑布向上游去，大有鲤鱼跃龙门的意思。娜美等人看呆了，鲤鱼能游上去，船可不能，必然要被瀑布拍在河底。这时，路飞从未知的地方跳回到桑尼号上，加洛特立即汇报：船长，船要沉了呀！路飞非常可靠地说：“交给我吧。”只见路飞用双腿在桑尼号的头部打了结，紧紧把桑尼号捆住，双手甩出去，抓住了两条奋力向上的巨大锦鲤。大家不可思议地嘀咕道：“不是吧？不是我想的那样吧？”路飞回答：“不用怀疑，就是这样。”两条巨型锦鲤猛地一拉，将桑尼号直接拽上瀑布，桑尼号都要飞起来了，跟着路飞混，大家日常尖叫。好在两条锦鲤非常给力，拽着桑尼号速度不减，一顿猛烈攀登之后，成功的带着桑尼号登上了瀑布的顶端。路飞高兴的哈哈大笑，这种玩法也太刺激了。桑尼号趋于平稳之后，大家看到了久违的陆地，经历一系列的挫折磨难，终于到达和之国了。不过大家高兴不过1秒，接着又看到前面的水面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，路飞的手死死抓着锦鲤，锦鲤带着桑尼号向漩涡游去。娜美让路飞赶快放开锦鲤，路飞坚定地拒绝了娜美：“这是我的晚饭。”娜美冲过去就是一记重拳，路飞松开手，布鲁克握紧船舵，不过为时已晚，漩涡力量太大，根本无法控船。桑尼号载着众人顺着漩涡被吸入其中，刚刚还兴奋地正上头的路飞第一个掉进海里，沉了下去。这里就是和之国，樱花漫天飞舞的武士之国。随着一阵阵火影忍者战斗曲子一样激昂的日本古典音乐，和之国篇章正式开启。进入和之国中，首先进入大家视野中的老熟人就是消失了很久的索大索隆。索隆披着一件绿色的长袍，身穿武士服装，留着发髻，摇摇晃晃地走在街上。虽然消失了好几集，但索隆依然无比潇洒。和之国是武士之国，就像蛋糕岛揭开山治身份一样，和之国篇也许就是属于索隆的篇章。除了浪人索隆之外，伪装成木匠的弗兰奇，在街边忽悠人的蛤蟆油商人乌索普，一级学徒罗宾相继登场。这是大家进入和之国之前，警卫们交给众人的任务。和之国暗流滚滚，危险重重，水深的可不止3000尺。和之国的将军名为黑炭大蛇，他手下的官员们全部和凯多有联系，所以如果在和之国发生骚动，必然会被凯多知晓。在武士们准备好对凯多开战之前，绝对不能暴露自己。因此，警卫们要求众人要伪装成平民，混迹在和之国的大街小巷，静静等待全员到齐。浪人索隆深夜买了一壶好酒，在回去住处的路上，他碰见了一起杀人案。本来他想出手教训一下杀人者，不料一大群人闻声赶来，杀人者掉头就跑，消失在黑暗里。字典里就没有跑这个字的索隆愣在原地，被赶来的警卫当成是杀人犯包围起来。索隆放下酒壶，准备拔刀反抗，突然想起警卫们对他们的警告，千万不要引起骚乱。索隆只好束手就擒，被警卫们抓了起来。从剧情来看，那个杀人犯在城内杀人抢劫不是1天2天的事情了，早就引起了人们的恐慌。这次索隆成替罪羊被抓起来，群众们很快得知这一喜讯，以为杀人犯被绳之以法，大家可以过安生日子了，大家都很高兴。按照和之国的法律，杀人犯的处刑规则就是切腹自尽。处刑场，索隆跪坐在地上，他的周围围了一圈武士，看样子应该都是镇上的执法人员。带头的人命令手下给索隆摆上一把匕首，然后笑呵呵地摸出索隆的秋水：“你小子不仅是个杀人犯，还是个盗墓贼呀！”23年前，海贼骚动消失的和之国传说级剑豪龙马的尸体和名刀秋水，是不是被你偷了？不过骚动是23年前发生的，看起来你没有那么大岁数。说吧，你是不是从盗墓贼手里抢夺来的？索隆瞥了这个官员一眼，沉默不语。官员懒得去追究，反正这小子注定是个死人了。他摆摆手，说要走到索隆身边，提醒索隆切腹自尽的时间到了。
切腹自尽是武士们认为最荣耀的死法。如果武士犯罪被当场抓住，切腹是武士最后挣回脸面的一种方式。索隆脱下衣服，拿起匕首，平静地说道：“那就永别了。”索隆摸了一把腹肌，反手举起匕首，顿了顿，然后对准腹肌刺了下去。在距离腹肌还有几公分的时候，索隆突然停下了动作，用充满杀气的单只眼看向坐在对面的那个官员：“有血腥味儿，你才是那个杀人犯吧？”索隆横下握住匕首，赋予匕首浓浓的鬼气，没给那个官员尖叫逃跑的机会。索隆一刀挥出去，鬼气刀锋直接劈了那个官员，连同他身后的房子一起被劈成2半。抱歉了，警卫们！周围的执法者武士们纷纷拔刀冲过来。索隆握住匕首，对付你们，我都不用3刀流，1刀1个小朋友，劈得你们叫爸爸。很快，这些龙套执法者被索隆砍得七零八落。沉入海底的路飞在和之国的海滩上睡得正酣，一只路过的螃蟹给了路飞一招降龙18掌，路飞尖叫着惊醒，定睛一看，周围一片阳光沙滩，如果再有几个比基尼美女，简直就是一个绝佳的旅游之地。他现在无暇去顾及这些，站起身找到翻在一边的桑尼号，发现伙伴们全部神秘地失去了踪影。这时，沙滩旁边的丛林里传出一声巨响，轰隆隆之后，从丛林中窜出一个巨型的黑影，路飞吓了一跳，发出一声惨叫。我是节目君，咱们下期见。